记录百万时光，我是推广腿，欢迎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点评。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 Marvel Legends 最近刚刚现货的 The Amazing Spider-Man 的 Marvel's Grizzly。这款角色呢，如果说中文译名的话，应该叫做灰熊人。但就像我这个视频标题所说的一样啊，算是一熊两吃的这么一款玩具。它既可以当做这个蜘蛛侠的常驻，也不叫常驻啊，三线小反派灰熊人，去做这样一个造型，而且主体方面就是这个一个壮汉，然后穿着着外骨骼熊皮铠甲的这么一个造型，然后另外一侧有替换的，也不是替换零件，就是金块，然后还有这个中央银行的这样一个钱袋。然后另外一边呢有一个熊脑袋，我觉得反正这款角色，如果大家之前在2021年附近入手过我手边的这款大熊座的话呢，其实不难发现啊，主体部分基本上是大熊座的换色重置，而且就是1:1照搬，没有做任何的修模。那这一次呢还多了这么多丰富的配件。售价方面，曾经这个大熊座组合人是来到了500多的价格，反正也是比较离谱的，尤其是在这个口罩期间啊，价格还是非常高的。我觉得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没有去高追这款玩具。那回到这次的话呢，既有一颗就是露脸头，又有一颗完全的这个熊头，能不能作为这款大熊座或者说苏联的这个正义，所谓的苏联的复仇者联盟的这款力量型角色的平替啊，我们就来开箱，一起来看一下吧。开箱之前呢，我们还是看一下这次的包装。毕竟是蜘蛛侠系列啊，上面都有着这个 Amazing Spider-Man 的这个字样。相比起上一期视频跟大家去介绍过的蜥蜴博士，这两个盒子呢，其实算是差的还挺多的。无论是宽度还是厚度，蜥蜴博士都要小上一级啊。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分量上还是一本满足，尤其是这两款玩具在定价方面是一样的水平。然后侧面你可以看到灰熊人，或者说这边的熊人啊，非常声嘶力竭的这个呐喊啊，很有气势啊。看到背面的话呢，就是这边灰熊人的简介，简单说一下他的故事背景啊。作为一个不那么有人气的摔跤手，他呢就是这个麦克斯韦这个人呢，他的人生或者说他的摔跤生涯被我们大名鼎鼎的 JJJ 就是报社的老板因为一些播报的原因啊给毁掉了，所以说呢他处心积虑的想去报复我们的这个报社老板。那毕竟呢就是一个复仇的简单戏码，由胡狼教授给他提供了这个全套的熊人的这种外骨骼装甲之后，穿上了之后呢力量大增啊。但毕竟这种程度的力量水平，再加上不太发达的智力，就成为了蜘蛛侠宇宙里面比较面板化的三线反派了。那看到另一侧有一个灰熊人这个龇牙咧嘴的这个表情。那么说了这么多，直接来开箱吧。好的，本次灰熊人的全部内容物就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可以说啊，虽然是跟上一期的蜥蜴博士一样相同的预定价格，但是实际的内容物方面要比蜥蜴博士丰富许多啊。整体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性价比方面，灰熊人是远超过蜥蜴博士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主观判断，仅供给大家参考。再来就是身高方面，这次的身高方面和之前的组合人一样，大概都是20公分出头，大概1-2个毫米的样子。然后这边的蜘蛛侠呢是16公分的水平，所以说呢，他们算是孩之宝 Marvel Legends 旗下 BAF 就是组合人系列里面就是正常的一个组合人的身高。当然呢，它不是一个组合人，它是一个单核的这种豪华大核的角色嘛。这种大块头角色呢，基本上我感觉孩之宝它要把以前的比较有人气的组合人都以这种单核的形式去进行重置。虽然对老玩家来说算是一种背刺吧，但是毕竟以前的老玩具也陪伴了我们非常长一段时间。这个契机呢，可能也是孩之宝觉得
自己如果拿不出足够吸引新玩家入坑的硬货的话呢，它确实已经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一战之力了。毕竟在预定价格3张的水平，其实300块钱在目前的国模里面也有非常多好玩的大块头可以去选择，你不一定非要去集中在这个美国或者说美系的这种 IP 里面，那国内的同样也有非常多有意思的 IP 可以去玩，然后可以去体验。我也看到非常多的设计师朋友也做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这种兽人类啊，或者说鳄鱼人之类的可动人偶，我也非常期待。那回到这次玩具本身呢，本身它是一个重制版的玩具，所以我对它的预期并不是特别高，但好在呢，它的价格和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存在。怎么说呢？首先素体方面，颜色它选择了虽然叫灰熊人，但实际上所谓的灰熊也是一种偏大地色系的，或者说驼色的那种感觉。你要说它是卡其色也好，但是它相比起这边的大熊座更像是一只传统的深棕色棕熊，那这边的这个就是传统我印象中的灰熊，或者说是那种森林熊的感觉。身上的毛皮甚至给我一种暖洋洋的有点舒服的那种皮毛质感，而不是像这边这种在毛发里面能够透露出一种肌肉和狂野的那种感觉。简单来说呢，这次的灰熊人站在玩家的面前，或者你拿到手上之后呢，甚至你会觉得它有一丝可爱啊。虽然刻画了这个肌肉线条，而且在毛发的类似于这个肌肉线条中间也就做了一定程度的阴影涂装，但是呢，即使有这种强悍的这种肌肉感，但是因为这个毛发的选色问题啊，我是觉得它会显得是一个很憨憨的角色，然后同时呢，看起来呢确实有点卡哇伊啊。然后我们就一点点来看一下这款玩具啊。首先还是惯例的360的，在镜头面前旋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身上的细节。就像我说的一样，基本上都做了一定程度的喷印，还有小范围的自洗。虽然我这边打光有点太强了，看不出来，我们稍微把颜色调一调，你就会发现本身的这个阴影，然后在模具的这个刻画上面再加上一点涂装，就显得非常立体，还是非常好看的。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次的头雕部分，我们拉近一下镜头，给大家聚个焦看一下。头雕部分呢，确实比较怎么说呢，还是用刚才那个词比较憨。在憨厚的同时呢，眼睛方面的涂装其实喷印的还算是一丝不苟，口腔方面呢也做了嵌套的处理，口腔里面的舌头的颜色也做了出来。问题在于头上的这个熊头实在是做的有点太过可爱了，如果说能做的像包装盒一样，它是个皱眉的，然后有一点凶相的这个熊脑袋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一些。其他部分该有的这个可动性，还有有孔关节依旧是保留。下半身的部分，我们拉远一下镜头看一下另外一颗头雕，顺便来看一下这次配件这次配件可以说是非常豪华了。首先熊头呢，这次除了真人的头雕，就是灰熊人头雕，它给了一颗新规的这个熊脑袋，而且这个熊脑袋是给了开口的这个设计口腔内部的涂装，包括上牙床还有下牙床的部分，还有它上颚的这个细节，我觉得都涂的是非常不错。而且因为熊呢是杂食性的动物它上颚的这些就是棱角，还有这个后面犬齿后面用来磨碎石头的这个板牙也做的是非常的细节个人觉得它有好好刷牙的这个样子。涂装方面，当然这个小的部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易漆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已经算是达到孩之宝之前的这个涂装水平手艺好的朋友呢，可以细化一下这个牙口里面的这个细节，绝对不算精致，但是整体来说的话呢，该有的细节都有。而且这个熊脑袋呢，它会就是利用这个哑铃关节，它可以稍微往上面抬一点，相比起之前的这个大熊做的脑袋我觉得向上抬的这个幅度呢要好上一些。但是你要说哪个熊头比较凶悍呢，还是之前的这个版本要更加凶悍一些毕竟眼窝还有这个整个眼眶它是做了这个阴影涂装，
然后显得这个白眼呢就更愤怒。那这次的这个熊脑袋呢，甚至有一种狼獾的那种感觉啊，眼睛小小的，然后把嘴巴抿起来，还是那种笨笨的，甚至有点猪鼻子的感觉。然后把嘴巴张大之后呢，这样看呢，好像稍微威严一点。我把镜头拉远一点，给大家看一下身上的这个感觉啊，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利用这边的可动关节的话呢，也算是一个不错的熊人的这样一个形象。你要它作为这个冬日战士团的这个大熊座来说的话呢，也还算可以吧。我觉得能够替代之前的这个大熊座的版本，只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个造型有点太憨的话呢，那确实还是之前的大熊座这个更深的颜色比较适合冬日战队的这个主题，还有整个战队的基调。这款呢，我觉得就当做这个熊脑袋就当做这个灰熊人战斗服闭嘴的这样一个状态吧。虽然呢我也不太确定漫画里面它到底有没有这个闭嘴状态了。那接下来看一下这款玩具的可动性啊，头条方面左右晃头的幅度呢是有的，但是你要常规的平转其实没有太多的角度，大概左右各30度左右的水平啊。然后利用一下上下以及左右这种偏头，可以摆出一些比较可爱的造型。然后手臂方面360的旋转会受到这边的干涉，但是因为这是个分键，你也可以把它移开，问题不算是特别大。平台呢，利用好这边的关节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超过90度一点点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水平。二头肌的旋转这边它不算是无孔关节啊，它是一个嵌套拼插关节，其实是个单关节的设计。曲肘幅度呢是略微超过90度一丢丢，不算太多。然后呢，手腕这个地方呢有外摆内收，然后整个熊掌这里做的还是比较细节的。顺带一提啊，这次熊掌呢是给了一对另外的替换零件，比如说这种抓握的手型啊，还有这个就是掐住蜘蛛侠脖子，甚至说是拎钱袋的这个手型都有做出来。但是依旧比较可惜啊，这几个手型呢没有办法助力这只大熊或者说大灰熊做出这种匍匐前进的这个姿势啊，因为它本身呢这个素体，你即使利用好它这个胸腰关节的挺胸幅度，它这个四足着地的这个状态，头雕依旧是个问题，颈部呢没有可动，所以说呢不能做出一个四足的这个形态，有些可惜啊。当然如果说你让它形成一个偏跪姿的这个姿势的话，勉强可以让它做到这种类似于变身的时候匍匐前进的这个姿态，但依旧做的不是特别好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各个厂牌之间的这个共识性，最近以熊为主题的这个角色在其他的厂牌里面出的也是挺多的，比如说四骑士的这个熊大呀，然后还有这个他们的坐骑啊，那个巨熊坐骑，然后之前的这个 Meditoys 的也出了一个战熊的这种巨型的这种载具动物啊。整体来说的话呢，虽然主题不一样，但我觉得还算是蛮有意思的。下半身的可动呢，前踢会有这种咔咔咔的响声，大家把玩的时候还是稍微小心一点。90度，屈膝幅度90度，大腿根部有旋转，脚踝的这个接地非常的灵活。算是个短腿设计吧，但是呢，我觉得反正是比较符合这个灰熊人的或者说大熊座的这个主题的。拉远一下距离，我们看一下这个胸腰关节啊，挺胸幅度其实非常大，弯腰幅度呢不算特别强，但是利用左右侧腰以及360的腰转，你依旧是可以摆出一些比较具有侵略性，然后把这个爪子往后拉，比较有张力的这个造型也是信手拈来。同时呢，利用它比较大的这个脚掌摆出这种 pose 的，随便呢一摆，站立性呢也都是非常不错。剩下的这个零件呢，摆一些场景啊，或者说摆一些就是自己想拍的这个照片都是可以的。有一个 First Central Bank 的这个大钱袋，还上了锁，可以立起来。这个装备给个好评啊。然后这边的这个金条上面有999足金的式样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的就是刻线细节。然后另外一边则是没有这个中间
这个 logo， 这个 logo 的出处啊，反正懂行的朋友呢可以稍微聊一下。这上面具体写的什么看的不算是特别清楚，我又不知道这个 logo 的具体来历啊。然后还有一块单独的这个金块，反正呢作为场景来说都是不错。虽然金色的质感发色比较普通啊，但是我依旧觉得这一套的配件是相当精彩的。最后做个总结吧，这款玩具如果说你按预定价格3张附近拿到手的话，我觉得还算是比较香的。但是实际上二级市场啊，或者说散货啊，因为我已经看到散货无盒散装的，如果你不太介意盒子的话呢，买一买散货，然后去以一个比较合适的就更低的这个价格，2张的附近的这个价格买个散货玩一下，体验一下整体的这个模具设计。因为本身模具设计上面你说它完全没有问题嘛，也不是，它不算是非常好的一款组合人，但是它依旧是我心目中第一梯队的存在啊。不然的话呢，我之前也不会因为了组这个冬日战士团专门去买那一套这个大熊做的玩具，甚至还进行了这种双入啊，就是为了自己 DIY 不同的这个冬日守卫的这个团体。总的来说素体方面是一个80分左右的水平，可能不到80分，但是呢再加上这个题材，加上它可以跟自己的战队共鸣的这个属性，而且那个战队我还比较喜欢，相比起加拿大的阿尔法战队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毛子这边的冬日战士团会更加帅气一些，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如果你喜欢大熊座，如果你喜欢灰熊人的造型以及这次比较丰富的配件的话呢，我觉得这款玩具还是可以关注一下的。那今天宝贝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同样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